胖媳妇植发了，原因是啥呢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们一家人一起去齐齐哈尔夜市，然后温迪他玩砸蛋，玩完走的时候动作太大，把一个无辜的蛋给带到地上碎了，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，走了之后被人家老板追上了，老板过来把我老公拉住了。哎，你媳妇带碎俺一个蛋啊，你得赔。大胖媳妇听不懂呢，只有张大姐挺身而出来翻译。谁那么碎的？你是说我的奶奶吗？老板说对，然后让你爷赔钱。赔完钱，张大姐就跟他爸说爸爸，他说你是我爷。大胖媳妇当时就有点不乐意，然后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去玩套圈。温迪玩完了，赢了2瓶红酒，但是他不知道有奖励这个事儿，人家套完圈走了。老板就跟张大姐说，你说谁赢的这2瓶酒，咋还赢完了人走了呢？那奖品他不要了。张大姐说这是我奶奶赢的，但是奶奶去哪儿了呢？大胖媳妇这时候噌家窜出来，把酒咔家拿走了，给我就行，我是他爷，我是他爷。张大姐笑话他爸，他爸说你不用笑话我，你跟我比，你就是有头发，但论脸，我长得比你年轻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老公，今年你过40岁生日，我送你一个昂贵的礼物，我请你去植发。大胖媳妇不愿意植，我好说歹说给劝去了。那植发的本质其实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医生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家徒四壁的情况，跟我说你放心，我们医生会尽力的。于是开始给他剃发。朋友们，咱们从小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，就是那剃发推子滋滋滋响彻云霄，斩断着俗世的烦恼牵挂。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烦恼牵挂居然能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。大胖媳妇就这么蹦蹦跳跳去植发了。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，我饿了，我偷摸回家吃了顿饭，然后准备带着一家人去迎接手术出来的大胖媳妇。马上出发了，拿铁说家里一个人都不能少，非要带上俺家户口。我平时带狗出门都会用滴滴专车携宠出行服务，宠物友好不拒载，而且在全国49个城市上线。幸亏这回有滴滴专车来接我们一家。评论区链接还能参与福利活动，快看看吧。结果在车上我接到了医生打来的噩耗，跟我说情况不太乐观，我们医生确实已经尽力了。你也知道这个植发呢，得先拔出来头发，再植到秃的地方。但是您的爱人呢，后脑勺能拔的头发都已经拔光了，依然不够覆盖他这个秃顶面积。现在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他秃的这2个区域，你是保前还是保后？不舍弃一个是不可能了。我爸跟我说，那要不然就搁我这儿取点头发给他植上的，我这大岁数了，我头发可多了。我说爸，你那个头发长不到他脑袋上，那个羊毛它只能出自洋人身上。我都没敢告诉大胖媳妇，当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他的家人的反应可太让人寒心了，众叛亲离。我当时逗我婆婆，我说那个温迪啊，医生说这个时候需要没有传染病史的直系血缘家属捐给他1000根头发毛囊，你准备一下子吧。温迪说我不行，我有传染病，我有那个脚气。你看张大铁呢？最后医生无奈只能选择把他胡子的毛囊提取出来，种在秃顶的地方。这种植发叫醍醐灌顶。大胖媳妇就回家养这个脑袋了，这手术还挺大，真挺疼。他怕睡觉压着脑袋肿，一晚上都没上床睡觉。我叫醒他，怕打扰我就出去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爸去我家那个从来没有人去的储藏间拿东西，一开门给我爸吓个跟头。我爸说这湛亮的大脑袋上边还几个疤了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什么玩意儿在里头圆寂了呢，圆寂了呢。我家这大胖媳妇现在应该是北京朝阳区所有外卖小哥的暗杀对象。自从他来到北京，应该撩疯过无数个外卖小哥。大胖媳妇跟我说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难的事儿就是点外卖，点本身不是问题，现在烤冷面、半鸡架人家都会搜，问题是接外卖。我说为啥？他说因为外卖小哥会迷失，会脆弱，会崩溃，然后会给他打电话求助。但是大胖媳妇的汉语水平呢，自己都老丢，根本听不懂。那天有个外卖小哥给他打电话说，你家是20号楼啊？大胖媳妇说是。然后外卖小哥说，我在西京超市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我在家呢。因为我家这小区楼很多，门也很多，所以就老有外卖小哥找不着。大胖媳妇为了吃呢，就得非常努力的背怎么给他们指路，死记硬背。他上周刚刚背诵下来，如果一个小哥从南门进来找不着，应该怎么指？照镜子，看着镜子左怪。但是呢，每个小哥他走丢的方式各不相同。刚背完从南门进来的指导全文，下个小哥打电话人从北门进来的全白费了。为此他还自己画了一个思维导图，这是我见过的人类史上最高级、最复杂的接收烤冷面流程图。人家说这个东西学名叫统一建模语言。从南门进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怎么通过亭子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那将自动被推送到北门或西门系统。北门进来的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通过鱼池再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再推送到西门系统。最后通过各种地标把所有目标都引流到红色儿童滑梯。流程图人都配备完了，现在每次一接外卖电话之前就站在黑板面前有备而战。但是架不住的是，人有的外卖小哥他不咋说普通话。昨天那外卖小哥河南口音，那俩人的电话打的呀，那外卖小哥说我招不住你啊。大胖姐老紧张了，放下吸尘器过来找我呀。他要捕捉我。你好，什么？我招不住你啊！那也不够我。这咖啡给土上发了，我上北了，我上北了。因为沟通不明白，小哥总急眼，大胖媳妇都不敢开门。幸亏咱家装的凯迪士 K70千里眼智能锁，有人在门口逗留，小程序会提醒预警，一键查看情况，画质超清晰。有急事还能用室内屏联系我，出入直接刷脸挥手，方便可靠。昨天又整疯了，我看他陪孩子背古诗，我非常开心，我想给他设置一个惊喜，鼓励他一下子。那鼓励他啥呢？我就给大胖媳妇点了一份半鸡架，他都不知道，突然间有个外卖电话就来了。这外卖小哥是东北的，真的要骗你都不是人。这位外卖小哥找不着路时候的沟通方式非常的魔幻呢。他是这么说的：那我在那个西京超市门口
呢？我现在屁股朝北，我咋整？大胖姐非常懵啊！啊，谢谢你的分享。但是花有，对方说我送外卖的呀，我导航瞎导，没找着3单元呢，哪有3单元呢？我顺着导航给导出去了都。我现在呢，我就搁这超市门口站着呢，我脸朝南，屁股朝北。我现在大胖姐就非常不解，赶紧把电话给我说，你跟他说，他如果迷路了，我可以去找他。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屁股朝北呀？咱们不都是屁股朝下吗？朝下吗？最后为了这半鸡架出去找的人家接的这外卖，都接着半鸡架了，还特意回头瞅人一眼，完跟我说，这不也朝下长的吗？也朝下长。我老公又被学校找家长了。这次是咋回事呢？我女儿吧最爱吃的就是东北大饺子，老带饺子去学校，属于学前班3仙1姐，地位不可撼动。但是呢，这个格局前2天被一个波兰小孩打破了，人家也带饺子，波兰饺子，我女儿就咬定她那破玩意儿不是饺子。老师说她有霸凌倾向，给她说了，气得直抽。我女儿这午饭就老带饺子去学校嘛，完她学校也没有几个中国小孩，所以她这个饺子呢就显得特别招风，就老有小孩过来，就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搁哪买的？然后我女儿这个性格呢，本来就有那么一点点爱吹呼，尤其她还不知道韭菜这玩意儿英语咋说，我就瞎编，就说这玩意儿叫木兰草，说这玩意儿有讲，是花木兰的最爱。我说闺女你真行，就篡改历史，张嘴就来，就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吃肉夹馍，只打韭菜格。虽然我走了之后没人做手工水饺，她吃那玩意儿也就是中超买的速冻水饺，但即使是速冻的，也确实比别人的午饭好吃，所以就是她在学校就很好使。好使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他们幼儿园中班有个小伙儿，西班牙裔的，叫卡洛斯，挺牛。因为啥呢？因为他有一双足球袜子是梅西亲笔签名，谁都知道他这双袜子。就平时想摸他腿的摇号，但是前2天我老公给我女儿换衣服的时候，刚要洗，发现翟奥达的足球袜子上赫然写着梅西的签名，给我老公吓一跳。我说这卡洛斯的梅西袜怎么让你穿家来了呢？高仿了。我女儿说啊，你说那袜子，我以为想得到梅西得多不容易呢，结果就用了3个饺子。自己就给我了，还是素馅的，所以我女儿等于是灭了爸爸，当起了饺神了。但是呢，前2天有点情况，就是午饭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走廊里就开始传说，幼儿园大班来了个克里朵夫斯基，就是也是手里有货，带饺子来的，就听起来挺讷。我女儿一听，当时就带起人就过去了，站他班门口就问：“你们班谁是克里朵夫斯基？”完，他班同学说：“人家他叫克里斯朵夫。”我女儿说：“我不管，你就谁带的饺子，你赶紧让他出来。”完，这小朵夫就出来了嘛。他来自波兰，人家管自己带的玩意儿也叫饺子，就当不灵嘛。但是他这个饺子呢，就一展示就是基本全是皮，没有啥馅儿，有那么一丁点土豆泥。我女儿一看就愤怒了，就你管这叫饺子啊？你管这叫饺子啊？人说怎么就不叫饺子了呢？怎么就不叫呢 ？Why not 呢？我女儿可能是过于愤怒，就是可云上身了。我的馅儿呢？我的肉呢？我的葱花呢？我的木兰草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管它叫饺子？然后我女儿又被教育了，老师说你不能给别的孩子的东西下定义，你不能说人家东西不是饺子就不是饺子。然后我女儿还得给小朵夫道歉吧，回家给委屈完了。我这边跟他打视频电话，我跟他唠了8点儿，怎么友好的跟小朋友相处，啥又没有，哇哇哭。他那个就不叫饺子，他管那玩意儿叫饺子，饺子不同意，给我心疼够呛。你说那孩子带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饺子皮比脚跟都厚，黏了吧唧一团儿，你有点像疙瘩汤下急了，粘连了。要说我女儿对不起他，那他还对不起饺子。反正呢，祝大家冬至吃饺子快乐。